朋友们，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千金难买老来瘦是什么绝对的真理。当你发现自己早晨洗脸用立宁不干毛巾，过马路绿灯亮起却总是走不到头，四肢细得像枯树枝，肚子却像充气的皮球一样硬邦邦的时候，你的身体其实已经拉响了最高级别的警报。这绝对不是简单的正常衰老，而是有两个极其可怕的隐形杀手，正在悄悄掏空你的生命根基，把你推向生活无法自理的深渊。今天咱们就把这个关乎晚年生命尊严的残酷真相彻底揭开。大家不妨回想一下，在咱们身边的街头巷尾，或者是亲朋好友聚会的时候，是不是经常见到这样一类体型特征的朋友？尤其是年过50的中老年群体，他们的四肢往往一点都不粗壮，手腕和脚踝细得就像枯树枝一样。乍一看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人保养得真不错，挺瘦的，应该没什么三高问题。但这种判断往往只对了一半。当你把目光聚焦到他们的身体中段，就会发现一种极其强烈的视觉反差。那个腰腹部像是充了气一样，圆滚滚鼓囊囊的。有的朋友为了掩饰，特意穿上大2号的宽松衬衫，可是一旦坐下来喝茶聊天，腰间那一圈像救生圈一样的赘肉就会立刻原形毕露，把衣服撑得紧紧的。这种极具欺骗性的身材，如果不脱衣服看肚子，真的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标准的瘦子。你以为他很瘦，其实他是泡芙人。千万别被体重秤上的数字给骗了。很多朋友站上体重计，看着那个数字还在标准区间内，算出来的体质指数也非常完美，心里就暗自窃喜，觉得自己离肥胖还很远，很健康。但实际上这种盲目自信是非常致命的。只要拿卷尺一量腰围，或者测一下体脂率，结果往往令人咋舌。医学界对这种独特的身体状态有一个非常生动的描述，叫做泡芙人。但我更愿意用一种更生活化的比喻来形容它，这就好比是一根被白蚁蛀空的房梁，外表看着还是坚硬的木头，但里面已经被彻底掏空了，并且塞满了有毒的废料。你的皮下可能确实没什么肉，捏起来就薄薄的一层皮，但你的腹腔深处，那些包裹着肝脏和肠道的重要领地，却被厚厚的黄色脂肪填得满满当当。这种外瘦内肥的中心型肥胖，比起那些全身匀称胖墩墩的人，在心血管风险上要高出好几倍，是名副其实的定时炸弹。很多长辈满脸焦虑，手里攥着体检报告诉苦，说自己这几年特别注重养生，红肉是一口都不敢多吃，每天坚持去公园快走1万步，为了补充维生素，每天还要吃2大盘水果，可是肚子却像吹气球一样越来越大，体检报告更是吓人，血脂飙升，重度脂肪肝。他们觉得特别委屈，自己明明在执行最严格的健康生活，怎么身体反而垮得更快了？如果你也有着四肢纤细、肚子滚圆的困扰，并且对自己的饮食结构感到困惑，那么请务必静下心来听，因为很多朋友视为健康金科玉律的习惯，恰恰是导致你内脏脂肪堆积和肌肉流失的元凶。今天不仅要带你认清内脏脂肪的真面目，更要硬着头皮去挑战几个根深蒂固的饮食误区。你以为吃素健康，其实是不吃肉毁了你；你以为水果养生，其实是糖分炸弹。接下来的话可能会颠覆大家几十年的认知，但真相必须揭开。讲到脂肪，我们首先要建立一个科学的观念，不能一棒子打死。这就好比家里的东西，有些是装修材料，有些是致命垃圾，你得把它们分清楚。人体内的脂肪主要分为2个阵营，第一类是你伸手就能捏得着的。大家现在可以试着捏一下自己大臂下方或者是大腿外侧的肉，那种软绵绵手感很好的，我们称之为皮下脂肪。虽然这种脂肪多了影响美观，但它相对比较老实，主要功能是像棉衣一样保暖，像海绵垫一样缓冲撞击，对代谢的破坏力没那么大。但是真正可怕的是第2类，也就是内脏脂肪。这家伙非常狡猾，躲在你的腹腔深处，你根本捏不到它，它像一张巨大的油网，死死地缠绕在你的肝脏、胰脏和肠道周围，甚至直接渗透到脏器内部。这里教大家一个极简自测法，如果你低头看肚子是凸出来的，用手按下去，感觉硬邦邦、紧绷绷的，不像摸一团肉，而像摸一个充气的篮球或者一面鼓，那么不用怀疑，这绝不仅仅是胖，而是你的内脏脂肪已经严重超标，把腹壁撑紧了。为什么它那么危险？因为它根本不是什么安静的能量仓库，
它更像是一个日夜不停工的毒素工厂。这些深层脂肪细胞非常活跃，会源源不断向血液释放有害的发炎因子。你的身体内部就像是一片森林，虽然没有熊熊大火，但地下的泥土里始终在闷烧。这种全身性的慢性发炎，你平时感觉不到疼，体表也没有伤口，照镜子更看不出异常，但它像白蚁一样，每分每秒都在腐蚀你的血管内壁。首当其冲的就是胰岛素。内脏脂肪释放的毒素会像胶水一样糊住细胞的锁眼，让胰岛素这把钥匙失灵，这就是胰岛素阻抗。接着肝脏作为最近的邻居受害最深，过多的脂肪涌入肝细胞安家落户，形成脂肪肝，最后甚至可能诱发肝硬化。这些发炎物质还会让血管壁变得粗糙生锈变窄，就像常年不洗积满水垢的自来水管，随时可能引爆血栓。更让人揪心的是，中壮年时期的中心型肥胖会显著增加晚年罹患失智症的风险。那些发炎毒素能穿透血脑屏障，对脑神经造成不可逆的毒害。试想一下，辛苦大半生，谁不希望晚年头脑清醒？如果因为放任肚子不管，将来连最亲近的家人都认不出，那该多么心碎。既然内脏脂肪这么坏，它是怎么来的呢？这其实是大家认知误区最大的地方。很多人觉得腰围变粗是因为吃了肥肉，为了健康连炒菜油都不敢多放，甚至改吃素了。请务必扭转这个观念，造成你肝脏被油脂包裹的真正元凶，根本不是那几块红烧肉，而是那些看起来洁白无害的精致碳水化合物和糖分。回想一下最常见的早餐，扎实的糯米饭团里面包着油条和肉松，刚出锅的酥脆烧饼直往下掉渣，为了顺口还要配上一杯夹了大量白糖的热豆浆。有些人为了方便快捷，直接吞下2个白白胖胖的肉包子，或者干脆拿果酱涂满厚片吐司，配上一杯香精勾兑的浓郁奶茶。从科学角度看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，叫做精致淀粉炸弹。当你把大碗白米饭和阳春面吃进肚子里，它们会以惊人的速度被拆解成葡萄糖，你血液里的血糖浓度会像坐上失控的云霄飞车，瞬间冲向顶峰，身体感到恐慌，立刻分泌大量胰岛素来救火。胰岛素就像个兢兢业业的推销员，疯狂敲击细胞的大门，想把糖分推销给细胞烧掉。如果你几十年如一日顿顿吃精致淀粉，推销员天天疯狂敲门，细胞最后烦得关门大吉，对胰岛素充耳不闻。这就叫胰岛素阻抗。门锁生锈了，钥匙转不动了，细胞大门紧闭，血液里无处可去的糖分怎么办？一直留在血管里会变成致命糖浆。这时候肝脏不得不挺身而出，接下烂摊子。肝脏为了降血糖，把多余糖分全部打包，转化成三酸甘油酯，这就是实打实的脂肪。肝脏制造了脂肪却没地方运，只好就近堆在腹腔里，变成内脏脂肪。所以你嘴上没吃一口肥肉，但你吃进去的馒头面条，最终都变成了自产自销的肥肉。这就是吃素也会的脂肪肝的真相。而且很多长辈代谢引擎减速，吃一堆白饭配少的可怜的青菜，简直是给内脏脂肪灌浆。相反，被误会的鱼肉、瘦肉和鸡蛋，其实是无辜的好人，它们提供扎实饱腹感，不会让血糖狂飙。讲完淀粉，必须触碰一个更难接受的话题，就是水果。传统观念觉得水果多多益善，是天然宝库，但对于已经挺着大肚子的人来说，市面上高度改良的水果就是裹着糖衣的毒药。核心在于果糖，葡萄糖是硬通货，全身细胞都能用，但果糖是特供品，全身上下只有肝脏能处理。这就像一个每天只能处理100份订单的工厂，突然被塞了1万份订单，你吃下一大盘甜美多汁的水果，海量果糖涌入肝脏，工厂直接瘫痪，只能启动脂肪合成生产线，直接把果糖变成肚子上的肥肉。更要命的是，果糖会发出信号，按下脂肪燃烧的暂停键，你一边努力运动，一边大口吃水果，就像同时踩油门和刹车，车子动不了还会烧坏引擎。现在的农业技术太好，水果甜度高的离谱，吃一大盘改良水果给肝脏的负担，跟喝全糖可乐没有本质区别。很多长辈晚饭不吃米饭，却抱起半个西瓜或者吃2-3根香蕉，觉得天然没坏处，结果内脏脂肪爆表。现代水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天然万一的糖分炸弹。还有一个网红吃法害苦了很多人，就是水果加优格当晚餐，
觉得清爽能受，结果体脂率不降反升，变成虚弱的胖子。拆解来看，水果提供大量果糖，优格通常含糖和乳糖，加上燕麦脆片的淀粉，这就是超强糖分套餐。最致命的是严重缺乏蛋白质。肌肉是燃烧脂肪的引擎，蛋白质是修补引擎的燃料。晚餐只吃水果优格，蛋白质摄入为零，身体缺乏燃料，只能拆解宝贵的肌肉来功能，引擎越来越小，代谢越来越低，彻底变成易胖体质。这引出了另一个极其凶险的隐形杀手，叫做肌少症。很多人体检没大病，但走路越来越沉，稍微绊一下就骨折起不来。这是因为人体肌肉从30岁开始就会无声无息流失，到60岁可能折损一半。肌肉是身体的承重墙，墙塌了人就垮了。有个真实的悲剧，平时硬朗的长辈在浴室滑倒，因为肌肉流失失去了安全气囊，直接导致髋部骨折，长期卧床肌肉萎缩极快，心肺衰退连痰都咳不出，最后酿成大祸。你以为自己身体壮，但如果不刻意存肌肉，危险就在眼前。怎么在家自查？刚才说的拧毛巾是一个。如果手腕使不上劲，握力下降，说明全身肌肉力量在衰退，是心血管风险晴雨表。还有找一把硬椅子坐稳，双手交叉抱胸，不扶扶手，完全靠大腿力量站起来。如果感觉屁股粘在椅子上，必须身子前倾晃悠才能勉强站起，说明大腿股四头肌已经罢工，这是跌倒的罪魁祸首。再有就是过马路，如果绿灯走不到头，腿像灌铅一样沉，说明下肢爆发力全面衰退。最迷惑人的是异常消瘦，裤腰带变松，脸颊凹陷，千万别沾自喜，你掉的不是坏脂肪，而是保命的肌肉，变成肚子大四肢细的瘦胖子。一旦生病连消耗的老本都没有。为什么肌肉流失这么快？因为营养摄入出了大问题。很多长辈信奉清淡饮食，早餐白粥配咸菜，中午素面条，晚上清炒素菜。这种吃法在医学上看无异于慢性自杀。蛋白质不仅长肌肉，更是生命基石。你的免疫系统需要蛋白制造抗体，睡眠需要蛋白质合成褪黑素，没原料身体只能拆东墙补西墙，吞噬骨骼肌来维持生命，这叫自我吞噬。脱发失眠没力气，都是身体绝望的求救。想消灭内脏脂肪留住宝贵肌肉，不需要饿肚子。我有几个法宝。第一是水溶性纤维，就是口感黏糊糊滑溜溜的蔬菜，比如秋葵、木耳、海带，它们在肠道吸水膨胀变成凝胶，像海绵一样把多余糖分和油脂包裹住排出体外。每天多吃能显著降低内脏脂肪。第二是五颜六色的植化素，番茄红素、花青素等，它们是灭火器，帮身体对抗慢性发炎，减轻肝脏解毒压力，肝脏才能专心燃烧脂肪。第三是必须吃肉，吃够足量蛋白质。觉得老了代谢慢要吃素是彻底错误的。食物热效应是个神奇机制，消化碳水和脂肪手续费极低，但消化蛋白质像处理跨国订单，需要调动大量酶，身体为了消化它要消耗掉其自身30%的热量。吃肉本身就是在燃脂，肌肉是最大的糖分仓库，怕胖不吃肉，身体拆解肌肉功能，代谢变低，喝凉水都长肉，那该吃多少？标准是每公斤体重至少 1.2 克蛋白质，60公斤的人每天要70多克，一颗鸡蛋才7克，一杯牛奶8克，掌心大小的瘦肉大概20多克，你一天得吃3-4块巴掌大的肉加蛋奶才能及格。很多人连一半都没达到，从下一顿开始，每餐都要看到手掌大小厚度的优质蛋白。对于纠结胆固醇不敢吃蛋黄的朋友，医学界早就撤销了胆固醇摄入上限。血液里70%以上的胆固醇是肝脏自己合成的，吃1-2颗全蛋不会飙升坏胆固醇，反而提升好胆固醇。但千万别生吃鸡蛋，沙门氏菌极其危险，尤其是老年人免疫力弱，可能引发败血症和肝脓疡。洗生鸡蛋也会破坏保护膜，让细菌钻入。吃全熟最安全。如果你对鸡蛋过敏或者吃素，记住豆谷互补原则，黄豆豆腐缺乏的氨基酸刚好在糙米燕麦里有，搭配一起吃就是高效的完全蛋白。那最让人纠结的水果到底怎么吃？不能当饭吃，每天额度只有一个拳头大小，而且是针对普通水果。香蕉这种高糖的只能吃半根，选绿灯水果比如芭乐、番茄、蓝莓，远离红灯水果比如西瓜、芒果、榴莲。千万别空腹吃水果，
空腹时果糖像坐高铁直达肝脏，瞬间开启脂肪合成，越吃越饿。教大家一个进食顺序法，把胃当成漏斗，先喝几口汤唤醒消化液，然后大口吃蔬菜铺在胃底，这层纤维像致密滤网，接着吃肉蛋延缓排空，再吃少量米饭被纤维包裹减缓糖分释放，最后才把那个拳头大小的水果当甜点吃。这样防洪底已经建好，血糖不会像过山车一样飙升，肝脏有充足时间处理，果糖就不容易变脂肪。早餐别吃油条烧饼，换成水煮蛋无糖豆浆加半个蒸地瓜，饱腹感强血糖稳。午餐在外吃包掉炸鸡皮，多选3种颜色蔬菜，米饭减半。晚餐再加清淡营养，海带豆腐汤配煎鸡胸肉，米饭可以换成蒸南瓜。配合运动3-3-3法则，每周3次，每次30分钟，微微喘气，再加一个客厅就能做的靠墙深蹲，背贴墙角分开，向下滑动假装坐椅子，膝盖不超过脚尖，坚持到大腿酸胀，精准锻炼股四头肌，重建承重墙。补充维生素 D3 和钙，打造防御长城。咱们说了这么多，斤斤计较控制饮食挥汗如雨去运动，图的究竟是什么？不是为了长生不老，也不是为了参加健美比赛，目标非常朴素，就是为了4个字：有尊严的老去。真正的尊严不是存折上有多少零，而是春暖花开时，双腿能迈得动步子，亲自去公园走一走，闻一闻花香；是想念孙辈时，能张开双臂稳稳托起那个肉嘟嘟的小家伙，而不是担心闪了腰；是想洗澡时能自己走进浴室，想上厕所时能体面解决，不需要看护工的脸色，不需要因为连累儿女整夜偷偷抹眼泪。肌肉就是晚年生活的防弹衣，蛋白质就是独立自主的通行证。只要力量还在，我们就依然是能为家庭遮风挡雨的长辈，而不是被时刻照顾的包袱。从今天多加一个蛋做起，每一次努力都是在为尊严储蓄。如果今天这些知识让你心里燃起改变的火苗，请在评论区坚定地打出我要健康生活，我要消灭内脏脂肪，给自己立下军令状。也请把这份指南转发给身边还在只吃水果不敢吃肉的朋友，哪怕就回一个人，也是功德无量。把健康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，不向岁月低头，不给儿女添乱，让我们带着尊严和力量，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。